签了吧，你儿子中了500万，拿300万出来帮亲戚，不过分。姐，我们不是抢钱，就是想让陈旭拿点钱帮帮家里。陈旭现在有钱了，心就野了，你不管，以后他连亲戚都不认。耀祖结婚买房差80万，我女儿创业差50万，三叔那边项目也困难，他中了500万，拿出一点怎么了？那是阿旭自己买的彩票。嫂子，你是他妈，怎么不能做主？你先签，他不愿意也得认。白纸黑字写清楚，大家以后也省得吵。抢走300万，还给我留200万，真体贴。姑，你赶紧签吧，别让大家都耗在这儿。陈旭现在被钱迷了眼，你是他妈，你签了他不敢不认。耀祖，这钱是阿旭给我治病的。哼，治病能花几个钱？你这病拖了这么多年，真要治不好，留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阿旭，300万，上午不是还280万吗？半天不见你们还涨价了。陈旭，你少阴阳怪气！不是在拍吗？继续拍。把这份协议也拍进去，标题我都替你想好了。亲戚逼病重母亲签300万分配协议。你吓唬谁呢？我吓唬你了吗？还是你也知道这东西见不得人？陈旭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长辈？我妈住院押金差2万，你说刚装修没钱；她手术要人签字，你说公司忙；她疼得睡不着，你们连电话都没有。现在我中奖了，你拿300万协议赌病房，大舅，哪一点像长辈？陈旭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？我们都是为了你好。你突然有这么多钱，万一乱花怎么办？拿出来都会记你的好。100万、80万、50万、70万，你们记我的好，按100万起步。不就是中了个彩票吗？你装什么？你一个人拿500万，花得完吗？我花不花得完是我的事，你买不买得起房是你的事，我妈能不能治病是我的事，你结不结得了婚也是你的事。你说谁废物？我说谁，谁心里清楚。这里是病房，别吵，病人需要休息，家属都往后退。陈旭，你真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？不是我要闹难看，是你们太难看。你录音？你居然录自己亲戚？你们敢逼我妈签300万协议，我为什么不敢录音？做的时候不怕缺德，被录下来知道丢脸了。别碰！这份协议我会交给律师。陈旭，都是一家人，你非要做这么绝？从你们把手伸向我妈病床那一刻起，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。陈先生，您名下刚到账的奖金账户被人申请了临时冻结，理由是对方认为这笔奖金属于家族共同财产，还说您存在恶意转移资产的嫌疑。这份冻结申请我不认，彩票是我买的，号码是我选的，税也是我交的。我妈住院时他们没来过，现在中奖了，倒说是家族共同财产。目前只是对方单方面提交材料，银行不会随意冻结您的账户。大舅、二姨、三叔、林耀祖，你们不是要钱吗？可以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不是你们找我要钱，是我找你们算账。你们最好祈祷，今天这些事只是家庭纠纷，否则谁也别想全身而退。我叫陈旭，29岁，在广告公司做执行，不是精英，也没背景，每天改方案陪客户，熬夜对着表格怀疑人生。这几年，医院、公司、出租屋几乎就是我全部的生活。买彩票不多，10块20块，就当给明天留点盼头。3天前，我下班路过小区门口的彩票店，顺手打了一张，还是老规矩，10块的。号码是我爸的生日，我妈的生日，还有这些年最忘不了的日子。开奖那晚，我坐着手机核实了10几遍，第一遍以为看错，第二个小桌前手开始抖，第3遍我把它塞进钱包最里面。500万，扣完税到手400万左右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妈后续治疗的命，也是我不用再低头借押金的底气。没写名字啊，但就是咱附近的人。我那晚看见陈旭进过这家店，后来还总往银行跑。半真半假的消息拼在一起，很快变成一个答案：陈旭中了大奖。陈旭，这么大的事儿不跟家里说，你这孩子不懂事啊！钱再多也不能忘了亲戚。又拿我爸说事。我爸活着时，他们借钱说亲情；我爸走后，
他们把我和我妈丢在医院走廊，现在我中奖了，他们又说我们是一家人。我以为不回消息，他们闹几句就过去了，可第二天他们就找到了医院。病人现在不能受刺激，你们家属有什么事儿出去说。护士，我们不是闹事，就是一家人商量点事儿。商量事也不能围着病人，都出去。陈旭，那协议是我们的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，我的奖金，还写着你们怎么分。现在它就是证据。什么证据不证据的，都是一家人，别把话说这么严重。你们逼我妈签字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严重？阿旭，别跟他们吵。妈，你先休息，剩下的我来处理。除了我和护工，其他人进病房必须先经过我同意。陈旭，你什么意思？连我们看你妈都不让了？你们是来看她的吗？你们是来逼她签300万协议的。你看你这孩子，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我们也是为了这个家好。为了这个家好，那行，我们去楼下说。别打扰我妈。又录音？怎么，怕我们吃了你？我怕你们说完不认。行了，事情闹成这样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你中了500万，亲戚又困难，拿出一部分帮扶，本来就是应该的。应该？谁规定的？我妈住院的时候，你们的亲情去哪儿了？那时候我们也困难，现在你们不困难了？我们当然困难，要是不困难，谁会开口找你借钱？你刚才说借钱，好，借钱可以，先写借条。大舅，药组买新房差80万，可以，我借，免息，3年还清。你和林药组共同签字，到期不还，按流程处理。陈旭，你这是防贼呢？正规借款，亲兄弟还明散场，更何况这是80万。我是你哥，你借我钱还要我签合同？你不是说会还吗？既然会还，签个字很难。这不是签不签字的问题，这是态度问题。你拿借条出来，就是不信任我们。对，我确实不信。二姨，你女儿开美容店要50万，我也可以借，免息3年还清。你姨父、表妹共同签字，钱进店铺账户。我是你二姨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。抱过我，值50万。三叔，你项目周转要50万也可以，写清用途，3年还清。你和婶婶共同签字，再补项目资料。这就太麻烦了，都是亲戚，哪用搞这些材料？借钱嫌麻烦，分钱倒挺利索。陈旭，叔不是非要这个钱，你刚中奖，突然有这么多钱容易飘，我们是想帮你把钱用在正道上。所以你的正道就是从我这里拿钱。陈旭，你就是不想借，还弄这合同恶心人。白拿，我不想给，借可以按规矩来，签完钱可以谈。他们刚才口口声声说借，可真把借条摆在面前，一个比一个安静。哼，陈旭，你现在是真有钱了，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了是吧？我看不起的不是穷，是又穷又贪。你说谁贪？谁不签借条，谁贪。药组，别冲动！陈旭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钱你到底拿不拿？签字就谈，不签1分没有。你们看看，这就是亲外孙中了大奖，第一件事就是防着亲戚。我们穷，我们困难，就活该被他这么羞辱吗？你又录？对，你们说是借钱，却拒绝签借条，这段很重要。陈旭，你别太过分！过分？冻结我奖金账户，逼我妈签300万协议，现在还说我过分？林耀祖，你脑子里的水也想让我出钱抽干？你等着，别以为有录音就了不起。网上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种有钱不认亲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喜欢录音吗？我也会录，我已经把你不借钱骂长辈的视频发网上了。大家都看得明白，不是我们不讲理，是你太过分。陈旭，舆论现在在我们这边，你要是不想事情继续闹大，就赶紧道歉。道歉？第一，向长辈道歉；第二，承认你态度不好；第三，拿出200万设亲属帮扶款。200万？刚才协议上还是300万，这会儿怎么降价了？我们已经退让了，你别不识好歹。家族群试探，医院逼签，银行冻结，再到网上造谣，他们不在乎真相，只在乎我怕不怕。继续留证，明白？陈旭，其实没必要闹这么难看。你现在转200万出来，这事儿就算过了。我们会让药组删视频，也会在群里替你说2句好话。所以这算威胁？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我们这是给你台阶。好，那我也给你们一个台阶。今天之内删除视频，公
公开道歉，承认你们在医院逼我妈签300万协议，承认冻结申请是你们提交的，再把这些年欠我妈的钱还了，我可以考虑不继续追究。你疯了吧？你还让我们道歉？你让长辈给你道歉？陈旭，做人留一线，看来你是真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这句话我也送给你们。陈旭，你等着，今晚我就开直播，我要让所有人看看你这个中奖500万的白眼狼到底多冷血。家人们，我真的不是为了钱，我就是寒心。我爸是他亲舅舅，我妈是他亲二姨。我们今天只是去医院看他妈妈，顺便想跟他商量借点钱，结果他拿合同出来让我们签。继续演。他还说我们又穷又贪，你们说，钱真能让人变成这样吗？各位网友，我是陈旭的大舅，这孩子从小没爸，我一直把他当亲儿子看。我们这些穷亲戚难道就不配活吗？他中奖了，我们只是想借点钱周转，他却说我们是吸血鬼。我一个当姨的被亲外甥这么羞辱，我心都碎了。不急，让他们再演一会儿。家人们，你们看看，亲舅舅借钱，他要我们写借条，还要抵押。照顾好我妈，告诉她别怕，很快就结束。可以准备了。假的就是假的，演的再真，也怕证据开口。别说你创造出找去，回来到火车服市场卖碾呢。第一条发出去了。他中奖500万，拿300万出来帮扶亲戚，自己还剩200万，够他花了。我真的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可我们没办法，只能求网友要个公道。什么视频？大家别被他带节奏，那协议不是我们逼的，录音也是剪辑的。对，那只是当时情绪激动，说话重了点。陈旭断章取义，他一直录音，就是想算计我们。不认，没关系。我们当然困难，要是不困难，谁会开口找你借钱？第二条，给你们补上。你们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会剪辑，会带节奏。家人们，合同这种东西谁懂啊？我们普通老百姓看到合同当然害怕。不懂合同，倒懂得冻结账户。陈先生，您名下刚到账的奖金账户被人申请了临时冻结，申请理由是对方认为这笔奖金属于家族共同财产。第三条，继续。各位网友，我解释一下，冻结账户这个事儿不是我们想抢钱，我们只是担心陈旭年轻，突然拿到这么多钱会乱花。这笔钱毕竟和我们家族的福气有关，他爸走得早，我们这些长辈有责任替他把关。家族福气真能编。我是陈旭，3天前我中了500万彩票，扣税后到手大概400万。这笔钱我原本打算给我妈治病，还掉这些年的债，再留一点生活保障。我没有炫耀，也没有想过靠这笔钱改变谁的人生。中奖后我没有主动告诉亲戚，原因很简单，我妈生病这些年，他们没真正帮过我们。我妈第一次手术押金差2万，我求过他们，每个人都有理由，最后那2万是我借同事和朋友凑出来的。现在我中奖，他们来找我，我没有一开始拒绝，我说可以借，但必须写借条，可他们不签，转头去了医院，逼我妈签300万协议。他们还去了银行申请冻结我的奖金账户，理由是这笔钱属于所谓家族共同财产。之后他们在网上发视频，说我中奖后六亲不认，他们还在直播间逼我拿200万，这些我都有证据。我发这些不是为了让网友替我骂人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，中奖是我的运气，不是他们抢钱的理由。我愿意帮是情分，不愿意帮是本分。亲情不该是提款密码，更不该伸向病人的病床。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有律师，他会剪视频。那就让专业的人看。陈旭，你别太过分，都是亲戚，你非要毁了我们吗？他们到现在都没有觉得自己错了，只是觉得自己要输了。陈先生，你母亲情绪不太好，她一直说是不是她拖累你了？我现在过去。阿旭，妈，我来了。
是不是妈拖累你了？网上是不是很多人在骂你？没有，现在大家都知道真相了。都是因为我，如果不是我生病，你就不会被他们拿住。妈，别这么说，他们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钱。亲戚不会拿你的病去网上逼我低头。他们毕竟是亲戚。妈，亲戚不会逼你签300万协议，也不会在你病床前说治不好留钱没用。这件事我会处理，你只要好好治病，以后谁也不能再拿你逼我。好。还没完。网上输了就去公司闹，以为我怕丢工作，怕同事议论，怕公司让我低头。可现在我手里的证据已经够了。喂，主管。陈旭，网上那个中奖500万的人真是你？是。你亲戚明天真要来公司？可能。你先别急，明天来了再说。但公司这边最怕舆论影响。我知道，如果公司觉得为难，我不会拖累公司。明天再说吧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公司未必会站在真相这边，他们只会站在麻烦最小的那边。电话挂断后，我站在走廊里，忽然觉得很累，不是身体累，是心累。中奖以前，我以为钱能解决很多麻烦，中奖以后才知道，钱也会带来新的麻烦。既然他们非要闹，那就闹到底。陈旭哥，外面有人找你，他们说是你亲戚，还开着直播。家人们，我们今天不是来闹事的，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公道。陈旭，怎么回事？网上那个中奖500万的人真是你？是。他们说你中奖后翻脸不认亲戚，还曝光他们隐私。那他们有没有说昨天去医院逼我妈签300万协议？陈旭，你别躲了，有本事出来说清楚啊！大家都看看，这就是我亲外甥中了500万，亲戚借点钱他不帮，还发视频毁我们名声。家人们看见了吗？他就在这儿。这就是我那个中奖500万后连亲舅舅都不认的表弟。公司办公区不允许直播，你拍到了同事、客户资料和公司内部环境，继续拍，后果你自己承担。你少吓唬我，你做得出来，还怕别人看？会议室可以借用吗？陈旭，你要干什么？他们不是要说法吗？给他们。今天当着领导和网友的面，你必须道歉，承认视频断章取义。还有200万亲属帮扶款，你必须拿出来。不是借钱吗？我是说亲戚困难，他有能力就该帮，钱多少可以商量。行，会议室谈。主管，借用一下会议室。不过既然你们要直播，那就别中途关，全程播。播就播，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身正，等灯打开，影子自然会出来。各位，这里是办公场所，直播可以，但不能泄露客户信息，也不能影响办公。另外，本次沟通公司会全程录音留档，请问你们是否同意？同意。我们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那请你们先说明来公司反映的具体问题。我们今天来不是为了钱，我们只是寒心。陈旭中了500万之后，就像变了个人。亲戚想借点钱，他不帮，还拿合同羞辱我们。昨天他还把家事发到网上，害我们全家被骂。所以，我们有几个诉求，请你们具体说明。第一，陈旭必须公开道歉。第二，删除视频，澄清我们没有逼他母亲。第三，给亲属一笔帮扶款，具体多少？200万。不是为了钱，开口200万，这是亲属帮扶款，不是我们自己花。明白。我中奖，你们成立家族基金，我出钱，你们支配。我不同意，就是六亲不仁。你别这么阴阳怪气。
这就是他们昨天带到医院逼我妈签的协议。那只是草稿，我们没有逼他签。嫂子，你先签，你签完，陈旭就算不愿意也得认。他中奖500万，拿300万出来帮亲戚，自己还剩200万。再说你这病能花几个钱？真要治不好，留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那是你大舅一时口误，我们怎么可能真这么想？那你说你们怎么想的？我们就是想让你帮帮亲戚。好，那就回到借钱这件事。大舅，林耀祖买虚房差80万，我可以借，免息3年还清。你和林耀祖共同签字，房产证出来后约定抵押。陈旭，你别太过分。二姨，你女儿创业要50万，我也可以借，免息3年还清，注明用途，钱进店铺账户。你姨父表妹共同签字，签吧。我是你二姨，我签这种东西传出去多难看。三叔，你项目周转要30万，项目名称、还款日期、回款凭证都写清楚，签吧。陈旭，你这是当众羞辱长辈。林耀祖，你个人要70万，你本人签字，写清还款时间。我凭什么签？我要的是亲戚帮忙，不是找你借高利贷。亲戚之间借钱还要真心。所以你们不是借，是要。陈旭，亲戚之间就不能讲感情？可以讲。那我妈手术押金差2万时，你为什么不讲？你又提那件事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提？我妈第一次手术押金差2万，我给大舅打电话，他说家里刚装修没钱，二姨说孩子补课，三叔说工程款没回来，林耀祖没接电话。最后那2万是我向同事、朋友和平台凑的。那个时候你们怎么没说我们是一家人？那时候我们确实困难，所以你们困难我就要给钱，我困难你们就可以装死。而你们要求200万甚至300万，用途是购房、创业和项目周转，而且你们不愿签任何借款协议。我们不是不愿签，是他条件太苛刻。免息3年还清，算苛刻吗？你们要求大额款项，又拒绝借款协议，我这样理解有问题吗？你这个说法太片面了。另外，你们带着直播进入公司办公区，公开要求道歉和付款，如果存在不实表述，可能涉及名誉侵权。你吓唬谁呢？我只是提醒法律风险。目前直播仍在继续，你们每一句公开发言都会留下证据。别关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不是你说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别关，我们没什么见不得人，继续播，我们又没做亏心事儿。大舅，你刚才说协议只是草稿。本来就是。好，那我们看个视频。什么视频？等会儿我开直播，他不敢不签。先让他按手印儿，他是陈旭他妈，他不认也得认。我一哭，他肯定心软。笔我带了，别给他反应时间。那只是我们进病房前商量怎么开口。我们怕姐姐误会，才提前说几句。商量开口，需要说别给他反应时间。标题就写中奖500万不认亲戚。我就说我们穷亲戚活该被看不起。别说要钱，说借钱，网友吃这一套。先写300万，把口子开大。他要是不认，就退到200万。大舅，这也是草稿。
那是商量，不是预谋。那就继续看。医院不行，就去他公司，到他领导面前播，看他还敢不敢应。我那是气话，谁还不能说两句气话？气话。视频里说去医院，你们去了；视频里说来公司，你们也来了。重点不是协议，重点是舆论。他中奖500万，我们没钱，天然就是我们占理。他要是不拿钱，就去他公司闹，再让药组开直播。大舅，这也是草稿。陈旭，你非要毁了我们！不是我要毁你们，是你们自己把路走死了。周经理，楼下来了2位警察，说是接到报警，有人在公司聚众闹事，还涉嫌网络诽谤。我报的。陈旭，你们不是要公道吗？现在，公道来了。谁报的警？我。什么情况？他们闯到我公司，开直播造谣。昨天他们还逼我病重的母亲签300万奖金分配协议，协议、录音、监控、直播录屏、聊天记录和转账要求都在这里。警察同志，这是家事，我们就是亲戚之间有点误会，想着让他帮帮家里人。家事也不能逼人签协议，更不能到公司直播闹事，更不能在网上发布未经核实的信息，侵犯他人名誉。我们没有造谣，我们说的都是事实。先让他妈签，只要他签了，他不认也得闹一身腥。我女儿欠贷的事儿千万别提，就说创业。先写高点儿，他要是不答应，我们再推到200万。这是误会。我当时就是一时糊涂，说话不严谨。警察同志，我们真没坏心，我们就是穷怕了，想让亲戚帮一把。二姨，你说你女儿创业缺钱，那她欠贷的事为什么不能提？那也是临时周转。那为什么让我写创业用途？三叔，你说项目周转困难，项目名称和回款凭证为什么一项都不敢写？项目上的事不方便拿出来说。不方便说，却方便让我拿钱。你们说借钱，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写借条。你们隐瞒用途，拒绝还款期限，还带人到公司直播施压，这不是借钱，是逼我白给。他们今天来公司之前有没有提前通知你？没有。他们昨晚在群里说要来我公司直播闹。我们就是想找他领导反映情况，不是闹事。你们未经允许进入办公区直播，已经影响公司秩序。亲戚之间帮一把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帮一把是我自愿，逼我妈签协议是你们强迫。谁抢了？我们就是借。那你现在签，直播先关掉。陈旭，你真要把亲戚送进去？不是我送你们，是你们自己走进来的。陈旭，我是你舅舅，你爸不在了，我也算你半个长辈。我爸不在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没把自己当长辈？我妈躺在医院走廊时，你们没来；昨天逼她签协议时，你们倒记得是亲戚。长辈不是免罪牌，亲戚也不是提款息。陈旭，二姨错了，你别追究了好不好？我们就是一时糊涂，真没想把你逼成这样。你们不是一时糊涂，视频里话术、金额、直播都提前商量好了。先跟我们走，具体情况到所里说。不是所有哭都值得原谅。陈旭，这事儿是我们不对，你妈那5万块我这2天还，咱们别闹到法律那一步。你欠我妈的钱，不是拿来跟我谈条件的，
还钱和道歉是你本来就该做的事，追不追责是另一件事。陈旭，你不就是中了个彩票吗？你有什么了不起？没有那500万，你算什么？我确实没什么了不起，没背景，没靠山，以前连我妈手术押金都要到处借，所以我比谁都清楚钱有多难挣，也清楚谁不配花我的钱。陈旭，这件事公司会配合警方调查。刚才他们闹进办公区，也给公司造成了影响。不过从目前证据看，责任不在你。谢谢。还有，之前如果公司态度让你不舒服，我向你道歉。不用，我知道公司有公司的顾虑。刚才我没了解清楚情况，抱歉。没事。你这亲戚真够可以的。是啊，真够可以的。穷的时候他们是亲戚，有钱的时候他们是债主。这套把戏我看够了。当天晚上事情彻底反转，他们的卖惨视频被网友一帧一帧扒了出来。林耀祖的账号被平台封了，大舅单位也有人认出了他。他们终于明白，舆论不是只会咬别人。欠了3年，我妈催过2次，她都说没钱。现在怕了，钱倒是立刻有了。她再也没回。警方那边处理很快，他们闯入公司直播闹事，被批评教育，并要求写保证书。林耀祖发布造谣视频，我们已经正式发函。我明白。至于逼签协议，这次未必会有很重后果，但证据已经留档，只要他们再骚扰你母亲，这些证据都会成为追责依据。另外，你现在手里有钱，最好尽快做财产规划，医疗账户、理财账户、生活账户都分开。已经换病房了。还有，你母亲的病房信息不要再让亲戚知道。家族群呢？马上退。好，退出前保留好截图。明白。被逼签协议的是我妈，被网暴的是我，被闹到公司的也是我。刀没搁在他们身上，所以他们觉得不疼。手机安静下来的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整个人都轻了不少。林耀祖发布道歉视频。我为之前发布的不实内容向陈旭道歉，我承认视频存在剪辑和误导，给他造成了伤害。他道歉了，但我知道他不是突然懂了道理，他只是终于明白谎话会有代价。我不需要他们替我骂回去。我只想让事实被看见，也让他们别再伤害我妈。阿旭，这次是不是闹得很大？还好。他们毕竟是亲戚。妈，亲戚不是拿来抢钱的，也不是拿来逼你的。妈就是怕你以后被人说。他们已经说了，可事实出来以后，别人也看见了。妈，人这一辈子不能为了怕别人说，就一直委屈自己。你爸要是还在，也会支持你。我知道，我爸活着的时候总说人可以穷，但不能没骨头。以前我不懂，后来才懂，骨头不是吵架时嗓门多大，是别人逼你低头时，你还能不能站直。阿旭，以后别让他们来了。好。那一刻，我知道，他也终于放下了。这套是2室1厅，采光很好，离医院也近。这是我们的。以后不用再搬家了。你爸要是能看见就好了。他会看见的。妈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不大，但够我们住。有个自己的地方真好。以后我们慢慢过。陈旭，这件事你处理的比我想象中冷静，
被逼出来的。公司最近有个新项目，缺一个执行负责人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？对，你做事有条理，也稳得住场。这次虽然是私事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你不是遇事只会躲的人。以前的我总觉得机会轮不到自己，我试试。如果亲戚真的困难，你会不会帮？会，但帮忙不等于任人宰割。救急可以，借钱也可以写借条，但谁把我的善意当义务，把我的钱当他的命，一分没有。有人说我变冷血了，我不反驳。经历过这件事以后，我确实变了。我不再轻易心软，也不再害怕拒绝，不再因为别人一句都是亲戚就把自己逼到墙角。这不是冷血，这是清醒。这样就很好，以后会更好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幸运不是那张彩票，而是我终于有能力守住我该守的人。钱不是万能的，它不能让病痛消失，也不能让坏人突然变好，但它能让我在该保护我妈的时候，不用再低头求人。这就够了。累不累？我扶你回房间。有点儿。以前我总怕断了亲戚关系，日子会更难。后来才知道，断掉那些吸血的关系，日子反而会轻。终于不用再为别人的贪婪买单。中奖不是原罪，拒绝被吸血也不是错。我只是终于学会了把善意留给值得的人，把边界留给贪婪的人。从那天起，我的人生才真正重新开始。